全红婵第3跳再次失误，都以为这次输定了，不料最后一跳彻底爆发。这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在14届全运会跳水女团10米台决赛现场。众所周知，中国跳水梦之队队内竞争极其激烈，想拿全国冠军可谓是难如登天。因为我们中国的跳水梦之队，这家伙直就是让外国选手闻风丧胆般的存在，任何一位都是高手中的高手。但在下面的这场比赛中，我们的梦之队却彻底内卷起来了，为了一个全国冠军不惜大打出手，场面堪比神仙打架。而参加本次神仙斗法的，除了代表北京的张家齐和苑浩妍，还有代表广东的全红婵和王伟银。北京广东大战可谓一触即发。那么最后的结果如何呢？下面就跟随小编的解说，让我们一起回到这场精彩绝伦的比赛。本次比赛共跳5轮，我们先来看第1轮。本轮他们选择的动作一样，都是难度3.0的107臂向前翻蹬3周半虚体。率先出场的是王伟银，空中姿态没毛病，但是落水效果却不给力，裁判点数66分。紧接着出场的是苑浩妍，发挥的还算不错，明显要比上一位好很多。裁判给出72分。下面出场的是全红婵，瞧瞧，这就是这位湛江黑马的实力，随便一跳都是82.5分。最后再来看看张家齐的表现，他是本次全红婵夺冠最大的竞争对手，有点可惜，入水时没有控制好，仅仅只拿到了76.5分。1轮结束，全红婵位列第1，张家齐则排在第5。我们再来看第2轮，出场顺序不变，依旧是王伟莹打头阵。他这次选择的是6243D 的动作，臂力向后翻腾2周，转体1周，难度系数3.2。可惜再次出现失误。入水后水花溅起1米有余，只拿到了64分。随后出场的3位选择的动作一样，就是难度3.2的407，向内翻腾3周半抱膝。率先出场的是苑浩妍，虽然也出现了失误，但好在成绩上还算理想，到了72分。再来看看全红婵能完成到什么程度。好家伙！跳完之后场下直接炸裂，就连场下的教练都摇头叹服，这才是真正的水花消失术。凭借着完美的一跳，拿到了94.4的超高分，并且还得到了4个裁判的满分，看来这是很高质量的一跳。最后一起来看张家齐的407，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效果差的不是一星半点，尤其是水花处理的相当不到位，只拿到了67.2分。2轮结束，全红婵依旧霸占榜首。紧接着第3轮开始，整轮他们都冲击207，细致的动作向后翻腾3周半抱膝，难度系数3.3。率先出场的是王伟莹，空中姿态优美，水花处理到位，拿到了84.15分。第2位出场的是苑浩妍，真是太遗憾了，以39.6分惨败收场。紧随其后全红婵出场，本以为这位湛江黑马会再次惊艳全场，没想到却事与愿违。全红婵第3跳再次失误，都以为这次输定了，不料最后一跳彻底爆发。这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在14届全运会跳水女团10米台决赛现场。此时轮到备受瞩目的全红婵做第3跳，一起来看她的207C。真是可惜，这一跳以失败收场，仅仅只拿到了59.4分。最后出场的是张家齐，但愿他不会受到影响。这一跳太漂亮了，好家伙，跳完之后场下彻底沸腾，就连解说都被惊艳到了。空中动作宛如风火轮一般，入水更是完美的无可挑剔，裁判给出了94.05的超高分。凭借着完美的一跳，成功的一跳，张家齐将排名追至第2，并且跟全红婵相差不到2分，看来还是有望夺冠的。我们再来看第4轮，率先出场的王伟银选择了407C 的动作，向内翻腾3周半抱膝，难度系数3.2。还算不错吧，一眼可见的就是水花没有处理好，拿到了72分。随后出场的3位都选择了6243D 的动作，臂力向后翻腾2周，转体1周半，难度系数3.2。先来看看苑浩妍的表现，
空中没毛病，水花控制的也不错，拿到了76.8分。那么随后出场的全红婵能从上一跳的失误中走出来吗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这一跳发挥的非常好，好在没有受到影响，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，达到了86.4的高分。再来看看张佳琪能完成到什么程度。跟全红婵相比，两人各有千秋，达到了81.6的理想分数。4轮结束，全红婵依旧雷打不动，同时仅只领先张佳琪3.2分，所以情况还是不容乐观的。究竟谁会笑到最后呢？带着这样的悬念，我们一起来看最后的决胜局。最后一跳，他们都向5253第8型的挑战，相信对比之下，结果还是显而易见的。最先出场的是王伟莹，虽然在最后的决胜局出现了一点小失误，整体还是无伤大雅的，以76.8分结束了他的比赛。再来看看岳浩言的最后一跳，这是稳定发挥吧，也以76.8分结束了他的比赛。下面就是全红婵跟张佳琪的冠军争夺战了。那么究竟是全红婵道高一尺，还是张佳琪魔高一丈呢？带着这样的悬念，先来看看全红婵的5253B。好家伙，跳完之后场下直接炸裂，解说都激动的直乐，相信答案已经呼之欲出。果不其然，裁判再次给到了91.2的超高分。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，凭借这完美的一跳，再一次得到了2位裁判的青睐。那么最后出场的张佳琪会不会也给大家带来惊喜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整套动作一气呵成。美中不足的是水花没有处理到位，不过也达到了81.6的理想分。最终比赛结束，全红婵以总分413.9分强势夺冠，而张佳琪则以落后12.95分的劣势，仅只拿到了亚军。反观王伟莹和岳浩言一个拿到了第5名，另一个则仅只获得第9名。由此可见，在这场北京跟广东的大战中，终究还是广东更胜一筹。那么你觉得在这场比赛中，全红婵的最后一跳跟张佳琪的表现，谁更让你觉得惊艳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不得不说，中国跳水实在是太选了，就这套阵容里随便哪一个拉出去，实力都是非常强大的。那么接下来闲话不多说，一起来进入这场刺激的王者之争。首先登场的是佳杰士组合，他们选择201B 难度系数2.0，也不错啊。稳定一跳，最后得到了48.6分。接下来就是红玉组合，同样是201B 难度系数2.0，太完美了，这2人加一起还没有一个人的水花大。第一跳就获得了53.4分，第1轮红玉组合暂排第1，而佳杰士组合则位于第3名。来到第2轮，佳杰士组合的第2跳，最后得到了49.2分，红玉组合的第2跳，哇，也是几乎完美啊！再次得到了54.00分。第2轮佳杰士组合反超至第2名，红玉组合仍然稳居第1。佳杰士组合的第3跳，最后得到了71.00分，红玉组合的第3跳，再次得到了82.8分的高分。这一轮红玉组合继续拉开分差。不得不说，当全红婵和陈芋汐合体后，简直太强了，放眼全世界都是属于非常强的组合。来看关键的第4轮，佳杰士组合的407C 难度系数3.2，非常好，团个人也是稳住了。这一跳再次得到了75.84分，其实这一跳的质量非常好，但是无奈接下来上场的2个人太强了。我们来看红玉组合的第4跳，
从侧面看，俩人的动作就好像复制粘贴一般，轻轻松松再次拿到了86.4分的高分。此时的比赛仿佛变成了全红婵和陈芋汐的表演赛，所有人都变成了他们的粉丝。还剩最后一跳，人们都想知道红玉组合到底能创造怎样的神迹。佳洁是组合的最后一跳，最后得到了71.04分。接下来就是红玉组合的最后一跳，大家屏住呼吸，千万不要眨眼。最后红玉组合以绝对实力拿到本次比赛的冠军，让全世界的观众大饱眼福。让我们为中国跳水梦之队鼓掌点赞，为红玉组合鼓掌点赞。